这两天有个超级热闹的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因为要对中国船收过路费，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这就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咱们先捋一捋这事是怎么来的。2024年4月，拜登还在位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搞了个301调查。但是因为拜登退选了，哈里斯和特朗普开始竞选，这事就被大家给忘了。特朗普当选后了，他新任命的贸易代表格里厄又把这事捡起来了。为了给老板献礼他在2月底3月初赶在特朗普国会演讲前结合分成多年的美国造船业振兴法案，搞出了个行政令草案。3月4号，特朗普在国会演讲时激情满满的宣布要签这个行政令，还把征求意见的时间从规定的60天缩短到了20天。3月6号，华尔街日报把这个草案全部曝光了，里面有18项措施，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中国航运公司和中国造的船进美国港口要收单次最高150万美元的服务费。这下美国自己的出口商和航运公司就先炸锅了。为啥炸锅了？因为现在全球1半以上的船都是中国造的，这就是跟你手机里的零件一样，突然说不能用中国造的了，你想市场上还能剩几部手机不用中国船，用谁的？日韩？造船又不是炒个菜，从下单到交船最少也得2年时间吧，就算到现在开始拼命造，也得好几年谁知道到时候来个啥政策，万一又变了呢？用美国自己的，算了吧，美国造船业早就凉了，几十年前就被日韩给摁在地板上摩擦了，短期内根本就指望不上。而且每条船都值老鼻子钱了，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美元，船东总不能说扔就扔了吧？买新船那钱谁出呢？特朗普政府给报销吗？所以对那些 iPhone 奢侈品这类高附加值的商品，这个政策影响可能还好点，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但对煤炭、农业产品这种本来利润就薄的大宗商品，那就惨了。为啥惨呢？因为运煤和运农产品本来利润就低嘛，再加一笔高昂的过路费，船东直接亏本。所以现在很多船东要么大幅涨价，要么干脆不接单了。比如煤炭，美东港口的散货船租金2周内暴涨了300%，就像你打车，原来10块钱就能打到车，突然呢变成了40，你受得了吗？煤炭业巨头皮博迪能源的 CEO 在闭门会议上气得摔杯子，说我们的煤在诺福克港都能堆成金字塔了。再比如农业产品，爱荷华达州大豆协会算了笔账，对中国船只收费会让大豆出口成本增加12%，正好抵消去年中美贸易协定的关税减免。协会主席都咆哮了，我们刚和中国买家碰杯言和，特朗普就来掀桌子。石油天然气行业也闷了，页岩油运输巨头 PAA 发现，制裁中国船之后，从墨西哥湾到亚洲的 LNG 运输时间从20天变成了35天。他们调侃说，这哪里是制裁中国分明就是在给卡塔尔送钱。连美国石油协会这个大佬级别游说组织都坐不住了，直接找上贸易代表办公室，放话说，你们再这样搞，我们石油天然气出口也完蛋了，信不信我们也翻脸。现在就出现一个魔幻场景，草案刚发布，美国人自己先急眼了，各大协会加班加点写反对材料，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我们中国的这边还没怎么发生呢。对特朗普和格里尔来说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偷鸡不成蚀把米。本来想制裁中国船业，结果呢把自己的出口商和运输公司给坑了。
还让全球的航运业乱成了一锅粥。特朗普政府现在是左右为难，退，面子往哪搁呢？海口都垮下了，全球都在看笑话。进，国内利益集团咋整？出口生意受影响，中期选举也悬了，这不就是典型的自作自受吗？那这事儿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第一，特朗普政府对产业链理解有问题，说好听点呢是认知障碍，说白了就是草班台子。他们以为现代航运业是独立的零件，随便拆一个没事，结果拔了火花塞，整车都瘫痪了。第二，中国造船业是真的强，强到啥程度呢？不用我们出招，美国就乱了阵脚。特别讽刺的是，就在美国喊着要振兴造船业时，今年2月份全球新船订单中，中国船厂接了52艘，市场份额高达93.7%，韩国才5.6%，排在第二。日本更惨了，0艘。这就像打篮球，我们队93分，第2名才6分，第3名连得分机会都没有。第三，特朗普政府现在对我们是既爱又恨，进退两难，嘴上喊打喊杀，心里还是想做生意的，一边不留余力的围堵我们，一边又派心腹来华，为特朗普亲自访华了铺路。这不就像那些口是心非的追求者吗？嘴上说我才不喜欢你，转身就偷偷给你送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静观其变，等这2天看草案能不能过听证会，再考虑怎么应对。特朗普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短期阵痛，换取所谓的长期利益？历史总是惊人的先示。1930年，斯姆特获利关税法引发大萧条。2002年，钢铁关税导致20万人失业。美国总在重复伤敌800，自损1000的剧本。这次造船业行政令多半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中国远洋的大货轮绕过巴拿马运河，而美国港口的起重机继续锈迹斑斑，工人们一眼望穿，却等不到靠港的船。你们觉得美国会坚持己见，还是服软认怂呢？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